18年苦修换来浪客第1名号，世家少主却半路下毒手痛下杀招，当绝顶剑客带着遗憾倒在血泊之中，虚空中的因果法网竟轰然逆转重来。大雨磅礴的深山树林里，刚经历完一场惨烈的厮杀，尸体横七竖八的到了一地，只有白杨辉一人独立其中。闪光瞬间照亮了这片惨状，只剩下急促的喘息声。白杨辉浑身沾满鲜血，紧握着手中染血的长剑。白杨辉吐掉嘴里的血水，江湖人称他是浪客中的第1剑客，这是他为了寻找白家失传的绝学，在江湖漂泊18年才换来的名号。可他心里其实一点也不喜欢这称号，什么浪客第1剑，听起来多少有些可悲。苦修这么多年，难道就止步于此了吗？要想将白家振兴为名门世家，他要做的还有很多。白杨辉警告暗中的敌人，别来挡他的路。突然树林深处传来异响，白杨辉瞬间转头看去，一眼认出了对方的身份，来人竟是南宫世家的少主天鹰。天鹰缓缓露出真容，坦言不愧是浪客第1剑，但今天绝不可能留他活口。白杨辉没想到堂堂南宫世家的少主竟然会亲自下场，他忍不住质问对方究竟何意。天鹰看着满地的尸体，坦言白杨辉仅凭3流武功就能踏入至高境界，甚至触及绝顶武学。天鹰缓缓拔出佩剑，直接道出了自己的杀心，他绝不能眼睁睁看着白杨辉找回白家绝学称霸天下。白杨辉怒斥对方卑鄙，难道所谓的天下第1世家就是靠这种手段获取名声？两人瞬间出手，剑刃剧烈碰撞，僵持在一起。天鹰表情冷峻，断言今天他们2人之间必定只有一个人能活下离开。面对这番威胁，白杨辉反而冷笑起来，调侃天鹰少主还挺会开玩笑。白杨辉反手甩开剑锋，问天鹰真有把握杀了他吗？强大的气劲直接将天鹰震退，两人落地对峙，眼神中杀意弥漫。白杨辉大喝一声，二人再次挥剑冲向对方，彻底陷入生死厮杀。4个小时过去，两人交手了上千招，每一式都是生死相搏的致命杀招。白杨辉终究是被一剑刺穿了身体，天鹰被一剑刺穿胸口，承认自己输给了白杨辉，并在临死前说了一声对不起，随后重重倒在地上。白杨辉对这句道歉极其反感，痛斥对方干尽恶事，如果一句道歉就能解决，江湖上还要公敌干什么？话音刚落，伤势过重的白杨辉也猛地吐出一口鲜血。白杨辉大口喘着粗气，支撑着重伤的身体，他不断告诫自己要回到白家庄去洗刷父亲受到的屈辱，可伤势实在太重，他终究还是支撑不住倒在地上。眼看生命正在流逝，白杨辉满是不甘，他只能在意识消散前默默向自己的亲人和父亲道歉。最后一声叹息过后，他彻底闭上了双眼。白杨辉心中充满遗憾，没能实现父亲的遗愿，将白家庄振兴为名门大族。就在他即将死去时，周围突然泛起奇异的光芒，虚空中传来神秘的启示，由于逆天改命撼动了既定的命运，错乱的因果必须被重新矫正。既然心中存有执念，那就重回最初，去实现已未尽的心愿。随着神秘力量爆发，耀眼的光芒将他彻底吞没。白杨辉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变回了小时候，眼前正是当年收养自己的父亲。他以为这是临死前的走马灯，展示着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可父亲却笑着告诉他，这根本不是梦。父亲指着前面的大宅，向他介绍这就是以后要生活的白家庄。看着面前年轻时的母亲，还有赶来迎候的线索和妍妍，白杨辉这才确信自己真的重新回到了最初。看着面前傲娇的弟弟线索和开心庆祝多了一个哥哥的妹妹妍妍，白杨辉这才彻底确信自己真的回到了过去。可他根本想不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风吹过竹林，耳畔再次响起神秘的声音，既然逆天的选择重塑了枷锁，错乱的因果就必须被矫正，去实现你心中未尽的心愿。白杨辉彻底怔在原地，既然老天真的给了他重来一次的机会，白杨辉暗下决心，这一次他一定要守住家人，把白家庄打造成天下第1世家。年轻的母亲与幼年的弟妹，身体健朗的父亲白无量，还有忠心耿耿的韩管家，眼前这一切竟然全都是真的。白杨辉终于彻底确信自己真的重新回到了8岁那年。看着面前安然无恙的至亲家人，白杨辉暗自握紧了拳头，带着前世积累的惊世武功与阅历，他发誓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带领白家庄一步步登顶天下第1世家。白家庄大门外突然传来阵阵异响，沉重的脚步声正一步步不断逼近，众人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厚重的大门竟被瞬间砸得粉碎。白无量顿时警惕起来，厉声质问门外来者究竟是何人。漫天烟尘渐渐散去，门外赫然站着一群来者不善的狂徒，领头之人一脚踩在碎木板上，当场嚣张质问这里是不是白家庄。来人自称是红教的巨月，手持沉重的大斧，大声叫嚣要找当时意见白无量讨还血债。白杨辉一眼认出了面前的血府巨月，这一幕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面对破门而入的强敌，白无量当即护住身后的家人，在庄前与来势汹汹的红教展开对峙。巨月亮出红教教主之子的身份，指责白无量今天消灭的罗黑帮正是他们红教旗下的势力。白无量十分吃惊，当面质问对方究竟要讨什么血债。罗黑帮拐卖人口，贩卖迷药，自己惩奸除恶，问心无愧。巨月却猖狂大笑起来，声称动罗黑帮就是打红椒的脸，白家庄今天必须给个说法，做出赔偿。周围恶徒纷纷拔出凶器，白无量被对方的蛮不讲理彻底震惊，一旁的白杨辉则冷眼注视着这一切。白杨辉脑海中猛然记起，前世正是这一天，红教重创了父亲白无量，洗劫了白家庄仅存的家产，让整个白家从此一落千丈。
重活一世，他绝不会让这场悲剧再次发生。白阳辉当即挺身而出，挡在了白无良身前，请求父亲让自己亲自出手，来报答当年的收养之恩。白无量见状，急忙伸手叫住白阳辉，让他退回身后，防止受伤。白阳辉微笑着让父亲不必担心，直言自己自有应对方法，恳请信任。白阳辉毅然迎着洪教众人的目光走向前去，他在心里暗下决心，这一世绝对不再重蹈前世的覆辙。白阳辉没有直接动手，反而满脸堆笑的迎上去，热络的叫了一声巨大哥。后方的白无量等人直接看呆了，完全搞不懂他到底要干什么。巨月顿时火冒三丈，声称自己都已经30岁了，年龄足够做他的父亲，质问白阳辉是不是在故意戏弄自己。白阳辉赶紧顺势奉承，夸赞巨月英俊潇洒，显年轻，看着就像刚满20岁的青年。巨月听完态度立马软了下来，甚至有些得意的承认自己确实长得挺俊。后方的洪教手下偷偷议论，没想到老大听完这么高兴，明明长得相当显老。巨月听到手下当场拆台，瞬间扭过头去狠狠瞪了过去，手下们吓得赶紧改口顺从。巨月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夸赞白羊会有眼光。不过巨月话锋一转，强调就算说好听话，白无良欠的账也一分不能少。白阳辉依旧面带笑容，请巨月先听自己把话说完。他当众讲起了自己的身世，说自己本是个在街头乞讨的乞丐，险些被罗黑帮拐卖，幸亏白无量出手救下了他，还收他做了义子。听到这番话，身后的白无量备受感动。巨月听完也感到有些震惊，没想到罗黑帮竟会拐卖小孩。巨月听完心中虽有动摇，但为了洪教的面子，他还是强硬的表示，哪怕罗黑帮有错，也是洪教内部的事，轮不到白家庄来插手。白家庄的韩管家实在看不下去，当场怒斥洪教竟然纵容贩卖儿童。巨月被彻底激怒，上前一把揪住了韩管家的领口。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白阳辉再次上前一步，出声叫住了巨月。白阳辉主动提出建议，说洪教和白家庄的恩怨自己也有责任，如果能提供价值足够的情报，希望巨月能就此罢手。巨月听完冷笑了一声，顺手松开韩管家，表示愿意听听看，要是情报真能化解恩怨，自己甚至愿意认白阳辉当大哥。不过巨月随即凑上前严厉警告，如果敢拿废话戏弄他，后果可就不只是挨顿打那么简单。白阳辉笑着表示一言为定，随后提出要单独和巨月说话，因为这件事不能让手下听见。洪教手下们虽然有些不满，巨月还是主动蹲下身来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白阳辉凑到巨月耳边，直接说出了藏在洪教内部的奸细。巨月听完，脸色顿时变得极其凝重。巨月追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白阳辉借口说自己当过乞丐，在街头听到的消息多，其实这都是他前世的记忆。白阳辉接着透露，潜入洪教的奸细身上有蓝色蛇形纹身，那是蓝蛇帮的标记，而这个人正是巨月的结拜兄弟北岳神。巨月转头看向远处的北岳神，怒斥白阳辉是在挑拨离间，说自己不久前刚让手下脱衣检查过，根本没看到什么纹身。白阳辉平静地反问了一句，那你让他们把内裤也脱了吗？白阳辉接着补充，说自己以前讨饭时听过传闻，那个人的蓝色蛇形纹身其实是纹在大腿内侧。巨月听完脸色大变，咬牙切齿地怒喊北岳神的名字。远处的北岳神吓了一跳，连忙一路小跑过来询问出了什么事。巨月神色阴沉，当即下令让他把衣服脱了，甚至当众大吼连内裤也必须脱干净。北岳神被这要求吓得够呛，白阳辉则在一旁冷笑表示没错，就是现在当众脱。白阳辉心里其实非常清楚，在前世这件事曾引起极大的轰动，潜伏在洪教里的奸细正是巨月的结拜兄弟北岳神。面对怒气冲冲的巨月，北岳神被逼得不知所措，巨月情绪彻底失控，当场对北岳神大声咆哮，命令对方立刻脱光衣服证明清白。北岳神被这离谱要求搞得手足无措，试图讪笑着劝说巨月换个地方。巨月根本不听解释，重重一脚踏在地面，质问对方如果心里没鬼，为何不敢当众自证，催促北岳神赶紧动手。面对巨月的咄咄逼人，一旁的手下也劝说照办。北岳神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见事情败露，北岳神恼羞成怒，推开众人拔腿就跑。这无疑证实了白羊辉所言非虚。巨月当场怒吼着追了上去，北岳神没跑出几步，巨月就凭着惊人的身法瞬间拦截在对方面前，死死扣住了他的肩膀。面对如恶鬼般的巨月，北岳神彻底陷入绝望。巨月直接痛下狠手，将潜伏在洪教的奸细狠狠暴打。到了傍晚，鼻青脸肿的北岳神已被五花大绑。巨月主动向白家庄致歉，表示多亏白阳辉才抓出奸细，洪教与白家庄的债务就此一笔勾销。就在巨月准备带人离开时，白阳辉却突然出声叫住了他，直言两人之间还有一件事没有算清。巨月听完一头雾水，不知道这位小兄弟还要结算什么。白阳辉指着地上砸烂的大门，向巨月索要损坏门牌的赔偿。面对白阳辉不依不饶的念叨，巨月实在听得头疼，干脆掏出身上所有钱袋，全部塞给白无量，用来修补门楼。临走前，巨月忍不住向白无量感慨，夸他收了个极其精明厉害的义子。白阳辉听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巨月拎着被绑成粽子的奸细，带着洪教众人彻底离开了白家庄。看着洪教众人远去的背影，白阳辉彻底松了一口气。这次不仅保全了白家庄，父亲白无量也没有受到丝毫伤害。确信自己真的能改变未来后，白阳辉紧握双拳，发誓要彻底改写前世所有的悲剧。
危机解除后，白无量笑着搂住白杨辉，夸他兵不血刃解除了危机。一旁的韩管家更是捧着金钱乐开了花，直夸白杨辉这次干得漂亮。凭借成功化解红教危机的功劳，8岁的白杨辉得到了白家庄上下的一致认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白家的一员。白家人围着他一片欢声笑语，唯独一旁的羡素双手环胸，默默冷眼看着这一切。转眼到了第2天清晨，阳光重新洒满了整座白家庄。清晨的演武场上，白杨辉早早独自一人开始了练习。他在场中不断挥拳翻腾，一遍遍锤练着这具8岁的身体，哪怕累得大口喘气，他也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白杨辉感受着8岁身体的轻盈，没有任何走火入魔的隐患。他确信凭借现在的身体，一定能轻松重回前世的巅峰境界。在前世，白杨辉独自闭门苦修，不幸走火入魔，导致全身经脉受损。哪怕后来侥幸保住性命，也再难在武道上更进一步。重活一世，他决定一步一个脚印，向着前世未能企及的更高境界发起冲击。正当他暗自下定决心时，父亲白无量带着妍妍走了过来，笑着关心他昨晚新换了床，睡得如何。白杨辉笑着回应自己睡得格外香甜。白无量十分欣慰，顺势叫来身后的2个孩子，准备向白杨辉正式介绍弟弟妹妹。7岁的弟弟羡素神情冷淡，5岁的妹妹妍妍则抱着一把木剑，满脸兴高采烈。妍妍兴奋地大叫杨辉哥哥，夸奖他昨天赶走坏人的样子太帅了，高兴自己又多了一位厉害的大哥。白杨辉听着妹妹的夸奖，露出了温柔的笑容。白杨辉笑着夸赞妹妹可爱，表示以后大家要好好相处。妍妍听完，兴奋地向2哥羡素炫耀，羡素却毫不客气地吐槽妹妹像小猪，还当场大声宣布自己才是白家的长子，绝不会承认白杨辉这个大哥。白无量见状，急忙出声训斥。白杨辉在一旁无奈地笑着，心里明白羡素为何会如此抵触。前世的羡素也是这副脾气，原本作为白家嫡长的他，突然多出个抢走继承人位置的大哥，自然心里十分不爽。在前世，白杨辉考虑到自己只是养子，处处对这位亲生的弟弟无条件让步，觉得这是做大哥该有的担当。可如今想来，正是因为父母对羡素过于放任，白杨辉主动出声劝阻父亲，表示这件事确实有些突然，应该给羡素一些时间来适应，一味训斥只会让矛盾加深，以后多相处，慢慢就会融洽。白无量听完备受感动，忍不住夸赞白杨辉小年纪就如此懂事，还感叹羡素要是有他一半省心就好了。白杨辉听得心头一惊，当着面拿2个人做对比，只会让羡素更加不服气。果不其然，羡素被这句话彻底激怒，看向白杨辉的眼神里满是怒火。白无量随后安排3人，以后每天清晨都要在演武场训练1个时辰，嘱咐他们好好相处后便先行离开。妍妍高兴地答应下来，兴奋地问白杨辉今天先练习什么。白杨辉没有立刻回答，转过身径直走向站在一旁的羡素。面对白杨辉的主动靠近，羡素依旧满脸不服地别过头去。白杨辉直接走到羡素面前，停下脚步。面对羡素的抗拒和辱骂，白杨辉不紧不慢地给出理由，强调父母都已经认可他的身份，白家继承人的位置依然属于羡素。白杨辉顺势追问羡素，究竟是介意自己曾经是个乞丐，还是介意2人没有血缘关系？羡素气急败坏地表示2样都讨厌。白杨辉便拿父亲的结拜兄弟诸葛叔叔举例，羡素却大声反驳说完全不一样，诸葛叔叔出自世家大族，根本不是白杨辉这种乞丐能比的。听着羡素口口声声全是乞丐，白杨辉忍不住摇头叹气，感叹父亲这样义薄云天的大侠，竟会生出这么个势利的儿子。前世羡素继承家业后，根本不听任何人劝告，终日沉迷享乐，害得白家彻底败落。白杨辉深知绝不能让悲剧重演，必须趁羡素年纪尚小，彻底打消他这股傲慢脾气。看着眼前气急败坏的羡素，白杨辉不再废话，直接迈开大步冲了上去。羡素被这架势吓得连连后退，大声喊着让对方别靠近。白杨辉却直接一脚踢出，准备给这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点教训。演武场上传来一声惨叫，羡素被当场收拾的倒地抽泣。一旁的妍妍看得目瞪口呆。白杨辉舒爽的活动手腕，坦然承认自己以前确实当过乞丐，但他全凭本事养活自己。反问羡素，如果离开白家庄，根本没有任何生存能力。随后白杨辉厉声警告羡素，丐帮可是名列9派一帮，要是以后再敢拿乞丐乱叫，就继续挨打。羡素被训得支支吾吾，白杨辉神色一凝，让他接下来给自己好好听着。白杨辉表情严肃，直言天下人都有各自的价值，无论是曾经当乞丐的自己，还是身为白家继承人的羡素。见羡素听得一愣一愣，白杨辉懒得继续说教，直接捡起一把木剑扔到羡素面前，让他拿剑跟自己比一场。白杨辉当场立下赌局，只要羡素能赢，无论是离开白家还是叫哥都可以。可要是自己赢了，羡素以后就要乖乖叫他大哥。面对羡素的质疑，白杨辉表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旁的妍妍更是开心的喊着加油。见2人摆开架势，一旁的妍妍立刻开心的大喊，谁赢自己就站在哪一边。白杨辉握紧木剑向前迈步，他心里非常清楚，面对羡素这种好胜心极强的人，只有用绝对优势将其击败，才能彻底打碎他的傲气。羡素摆好持剑姿势，自是跟着父亲习武2年，根本没把乞丐出身的白杨辉放在眼里，甚至狂妄的当场大喊，主动提出要让白杨辉3招。面对羡素的轻视，白杨辉只是淡然一笑，顺势答应了下来。白杨辉见状不再客气，
身形一闪，便瞬间消失在原地。限速还没来得及看清动向，白阳辉就已经凭着恐怖身法，鬼魅般闪现到了他的面前。面对突如其来的绝对实力差距，限速惊慌之中急忙挥剑反击，誓死不愿输掉这场比试。白阳辉抬手轻松挡下这一击，限速还没来得及震惊，就被白阳辉一剑敲在额头上，直接拍飞倒地。面对说好让3招却先动手的限速，白阳辉笑着催他赶紧起来，表示接下来有的是时间好好沟通。限速捂着被打肿的额头气急败坏，指责白阳辉不讲武德，搞偷袭。面对限速的叫嚣，白阳辉的神色瞬间冷了起来。白阳辉冷笑着质问限速：到了真正厮杀的战场上，难道敌人也会听他抱怨偷袭？限速还没来得及开口，白阳辉就直接挥起木剑，对着他劈头盖脸一顿猛打。旁边的妍妍看得手舞足蹈，兴奋的大喊：胜者是阳辉哥哥！限速被打得鼻青脸肿，趴在地上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白阳辉拍了拍手，心里明白必须一战把规矩立清楚，免得限速小年纪就目中无人。看在限速倒地依然死握剑的份上，白阳辉暗自认可他确实是父亲的儿子，这一世自己必须好好管教这个弟弟，绝不让他再变成纨绔子弟。白阳辉叫醒趴在地上的限速，提醒他作为武学世家子弟不能怕痛，但也夸奖了他始终没松开木剑的骨气。在白阳辉的要求下，限速只能带着眼泪乖乖叫了声大哥。白阳辉满意的表示要带他出去玩作为奖励。一旁的妍妍听见要出门，也兴奋的凑了过来。白阳辉见状，索性答应下来，叫上妍妍一起出发，要带着弟弟妹妹们到外面的世界好好逛逛。白阳辉带弟妹出门，选的方式竟是偷钻狗洞，妍妍和限速费劲钻出墙外，弄得浑身满是泥土。白阳辉见状忍不住开口调侃，直言两人以前肯定没钻过狗洞，果真是规矩养大的世家子弟。面对限速对弄脏衣服的抱怨，妍妍却觉得新鲜有趣。白阳辉直言带他们出来玩，毕竟这2个小家伙已经好几个月没离开过庄园。得知妍妍担心出门没钱买糖，白阳辉得意的掏出银子，透露这是昨天趁乱从那群黑道弟子身上顺来的。就在妍妍欢呼着准备买甜食时，限速却满脸担忧，提醒这片区域黑帮猖獗，小孩子单独出来实在太危险。限速嘴硬，表示能保护好自己，只是担心年纪尚小的妍妍会被拐走，边说边贴心的帮妍妍摘掉头上的叶子。白阳辉看在眼里，明白限速虽然嘴硬，但本性不坏。白阳辉笑着提醒两人，自己昨天还是街头打滚的乞丐，整座城的街道他比谁都清楚，哪里危险哪里安全早已了如指掌。况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早就提前雇好了保镖，而白阳辉找来的保镖正是身材魁梧的巨月。限速和妍妍一眼认出对方就是昨天砸门的壮汉，吓得赶忙缩在后面。白阳辉却像没事人一样，热切地跟巨月打招呼。看着眼前的3个小崽子，巨月满脸无语，让白阳辉解释清楚为什么自己成了带小孩的保姆。白阳辉理直气壮地提醒巨月，按照昨天的约定，现在得叫自己大哥才对。巨月想起昨天打赌输掉的誓言，白阳辉顺势给出2个选择，问他是准备叫自己一声大哥，还是老老实实给3兄妹当1天保镖。面对白阳辉灿烂的纠缠，巨月浑身不自在，只能乖乖低头答应保护他们。有了保镖随行，白阳辉带着弟妹来到繁华集市，妍妍如愿买到了心念已久的糖葫芦。妍妍吃完糖葫芦，又盯上了其他点心。白阳辉大方表示想吃什么随便挑，妍妍立刻兴高采烈地跑去挑选。另一边的限速虽然嘴上不说，眼睛却忍不住盯着路边的烤肉摊，看着滋滋冒油的肉串直咽口水。白阳辉直接递了一串过去，限速吓了一跳，好奇白阳辉怎么知道自己的心思。白阳辉举着一大盆烤肉串解释，因为限速这一路上眼睛就没离开过烤肉摊。限速接过烤肉，咬了一大口，承认味道确实非常不错。被巨月抱着的妍妍兴奋地喊限速也来尝尝甜食。限速见状，赶忙上去阻拦，提醒妍妍甜食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白阳辉也跟着一起劝说，妍妍却满脸不舍地嚷嚷着要拿回甜点。3人痛痛快快玩了一整天，回到家却撞上了大发雷霆的白无量。3个小家伙被罚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白阳辉主动站出来扛下责任，表示都是自己带头出门，请求父亲只惩罚他一个人。本以为能免罚的妍妍还没来得及高兴，限速也站了出来，主动要求和白阳辉一起承担惩罚。虽然最后3人还是免不了挨罚，但经过这一天的相处，兄妹3人的感情变得大不一样。黄昏时分，白阳辉带着弟妹来到了镇上的面摊，正端着碗吃面的巨月一抬头就看见白阳辉凑到面前，开心地跟他打着招呼。巨月当场下的面都顾不上吃，直呼他怎么又跑过来了。白阳辉熟练地叫了碗面，笑嘻嘻表示自己是想念巨月才过来的。巨月无奈地揉着太阳穴，直言之前当了一整天保镖还不够，问他这次到底又想干嘛。白阳辉收起玩笑神态，表示这次是来找巨月谈生意的。巨月听得一头雾水，还没来得及细问，白阳辉就抛出了重磅消息，问他知不知道青沙帮藏银子的秘密地点，吓得巨月当场拍案惊起。白阳辉连忙示意巨月小声点，防止被旁人听了去。巨月忍不住追问他究竟是从哪打听到这种机密。白阳辉坦言自己以前讨饭时在街上听到了不少风声。看着面露犹豫的巨月，白阳辉顺势抛出橄榄枝，邀请他跟自己一起干。面对合作邀请，巨月有些怀疑，这种能独吞的好事为何非要拉他入伙。
白杨辉边吃面边笑着称赞，直言自己完全是奔着巨月的高尚品德来的。巨月听得满脸狐疑，吐槽别人向来只夸自己长得帅，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夸他品行好。白杨辉顺势打趣，称他的品行比长相还要出色，一句话直接把巨月给说懵了。白杨辉收起玩笑，透露自己其实听过一个关于巨月的秘密。他不仅当场点破巨月是红教帮主的六公子，还爆出他尚未成亲就偷偷纳妾的隐秘传闻。隐私被戳穿的巨月瞬间黑了脸，起身厉声警告白杨辉少在这里得寸进尺，自己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可面对巨月满怒气的威胁，白杨辉不仅丝毫未慌，反而勾起嘴角，笑得更加自信。白杨辉安抚巨月先别急，表示自己能帮他解决最头疼的难题，让他心爱的女人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妻。巨月对那位女子深情至极，但在前世，他正是引发红教帮大屠杀的根源。红教帮帮主为了扩大势力，急需门当户对的权贵联姻，绝不可能接受出身寄生的女子做儿媳。帮主最终将那名女子视作眼中钉，痛下杀手将她彻底除掉。可帮主万万没想到，那女子竟是巨月视若珍宝的人。爱人的惨死让巨月彻底发疯，父子俩就此恩断义绝，一场血洗红教帮的大屠杀就此爆发。而白杨辉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现在年纪还小，行动受限，在彻底成长起来之前，他太需要一个像巨月这样的强力帮手了。白杨辉打定主意，准备用这件事作为筹码，把巨月彻底拉拢到自己阵营。巨月冷静下来后心生怀疑，质问白杨辉一个毛头小子究竟打算怎么帮他实现。白杨辉直言，只要巨月能在红教帮登上高位，就没人敢再挑剔他妻子的出身。接着白杨辉爆出猛料，青纱帮在据点里不光藏了银子，还偷偷走私聊大量毒弹，准备对红教帮下死手。只要巨月抢先一步阻止这场危机，就能一举立下滔天大功。白杨辉追问巨月，这样的滔天大功到底够不够格？巨月陷入了沉思，想起之前白杨辉给的情报十分准确，街头小道的消息却是极具可信度。衡量再三后，巨月终于松口，决定破例再相信白杨辉一次，让他在前面带路。白杨辉露出自信的笑容，直言不愧是巨月大哥，他就知道对方肯定会答应合作。夜幕很快降临，两人趁着夜色摸到了青纱帮藏匿物资的据点。此刻房屋四周戒备严密，多名青纱帮帮众正守在暗处严阵以待。巨月看着暗处伪装成乞丐的守卫，向白杨辉确认了据点的位置。白杨辉主动提出分工，自己负责搞定其中一个，剩下的两个则全交给巨月。巨月对自己信心十足，反倒怀疑起白杨辉会不会武功。白杨辉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石头，笑着表示这种情况下靠的可不是硬拼，而是得用脑子。随后他丢出石头，瞬间惊动了据点外的守卫。白杨辉端着一个大碗，高声嚷嚷着，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负责看守的帮众一头雾水，不耐烦地轰他赶紧离开。白杨辉却假装十分熟络，直言听说这里住着一群不上街要饭的怪乞丐，猜他们是饿得走不动路了。说着便热心拿出自己带的食物，要邀请几位大叔一起享用。看守凑近一看，那一碗腥臭难闻的食物，熏得两人差点当场吐了出来。守卫被熏得大声叫他滚开。白杨辉假装十分纳闷，直言自己还是头一次见到竟然有拒绝食物的乞丐，顺势质疑起对方的身份。守卫闻言对视一眼，悄悄凑在一起低声商议。有人提议直接干掉这个小崽子，另一人怕惹麻烦，决定赶紧把他给撵走。白杨辉端着碗站在对面，暗中观察着对方的气息，判断出眼前这几个人全都有着二流高手的实力。以他现在毫无内力的身体，正面硬碰硬绝对毫无胜算，但他显然早有其他打算。脚下一踏，瞬间有了动作。白杨辉将手中的面碗甩向空中，趁着对方愣神的一瞬间，起身上前一掌砸在守卫面门上。堂堂二流高手猝不及防，当场被打得鼻血横飞，瘫倒在地。白杨辉笑着提醒几人，走江湖最忌讳的就是以貌取人，老人、女人和小孩可万万不能轻视，一旦掉以轻心，随时都会丢掉性命。另外两人被突发状况震惊，气急败坏的拔出长刀准备动手，还没等他们冲上前，巨月不知何时出现在两人身后，一把按住他们的脑袋，狠狠砸在一起，伴随着清脆的撞击声，剩下的守卫也当场瘫倒在地。白杨辉在一旁竖起大拇指，直夸巨月不愧是黑道高手，出手就是干净利落。巨月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心里明白青纱帮的这几个人虽然不算顶尖，但也确实有二流高手的实力。巨月看着眼前的白杨辉，怎么也想不通，堂堂二流高手竟然会输给这么个毛头小子，甚至忍不住怀疑这小子是不是偷吃了什么稀有的灵丹妙药。两人顺手把昏迷的守卫捆扎结实，推开了据点仓库的大门。屋里密密麻麻堆满了木箱。巨月看着眼前的景象大吃一惊，提议赶紧开箱核实。看着身旁的白杨辉，巨月忍不住再次夸赞，没正经学过武功，却能一招制敌，这小子确实很不简单。巨月感叹白杨辉天资过人，难怪会被白家主收为养子。白杨辉却毫不客气笑纳了夸奖。巨月见状暗暗吐槽，这小子的性格和天分简直成反比。白杨辉伸手掀开眼前的木箱，刺眼的白光瞬间溢了出来，里面竟密密麻麻堆满了银两，数量远超巨月的预期。白杨辉顺势提出条件，自己拿走所有的银子，把走私的毒弹通通留给巨月。巨月抗议这根本不是平分，白杨辉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平分。巨月脸色一沉，怀疑白杨辉从一开始就计划好要独吞这批银子。白杨辉却丝毫不慌，反而笑着抛出另一个选择，直言巨月完全可以干掉自己，
把银子和毒弹全部独吞。白杨辉虽然知道巨月本性不坏，但也想借机确认对方是否值得信任。他坦言以巨月一流高手的实力，解决他不过是举手之劳，就算自己死了白府也不会在意。白杨辉接着笑言，自己才刚被白家收养几天，真要是死在这，白家顶多以为他是私自跑路，这简直是毫无后患的动手时机。巨月被问得哑口无言，看着面前毫无防备的白杨辉，心里直呼这小崽子真是个疯子。巨月看着眼前的白杨辉，只觉得这小子做事全凭喜好，随时随地都在拿命当赌注，简直就像是在刀尖上行走。在刚才那一瞬间，巨月甚至隐隐感觉白杨辉那单薄的身影后面仿佛站着一个历经厮杀的沧桑浪客。巨月猛地回过神来，暗骂自己真是想多了，居然会从一个小崽子身上感受到那种饱经风霜的杀伐气场。归根结底，自己从头到尾都被这小子给拿捏得死死的。巨月最终叹了口气，承认自己输了，决定把据点里的银子全留给白杨辉。他直言自己虽然混迹黑道，但也下不去手干掉叫他大哥的小子，不然晚上睡觉都得做噩梦。决定只带走这批毒弹。白杨辉见状微微一笑，巨月虽然身在黑道，却重情重义，难怪前世为了心爱的女人，他敢孤身一人赴汤蹈火。白杨辉听完顺杆就爬，直接一把扑到巨月身上打去，笑称能被大哥挂念到做噩梦，自己受宠若惊，把巨月讹心得当场开骂。到了第二天，白府里突然多出一个大木箱，白无量带人打开木箱一看，里面竟然整整齐齐装满了满满当当的银锭。老管家看到银子高兴坏了，忙问白杨辉钱是从哪来的。白杨辉一脸自豪，直言这是自己凭本事赚来的。这答案把白无量和管家惊得够呛，老管家更是兴奋地盘算起来，有了这笔钱，不仅能修补屋顶，还清药房欠款，还能给夫人买燕窝补身体。白无量喝止了失态的管家，看着眼前这整箱银子，按着额头长叹了一口气，让白杨辉老实把事情交代清楚。老管家急忙拉过白杨辉，询问他有没有卷入危险。白杨辉表示自己是跟巨月一起去的。老管家听完大吃一惊，那不正是前阵子砸自家大门的人吗？白杨辉尴尬的打了打哈哈，随后把整件事的原委如实交代。白杨辉直言，真正的大侠就该拿回赃钱用在正途，况且自己是为了报答收留之恩，希望父亲能收下这笔银子。听到白杨辉这番肺腑之言，白无量和老管家一时间愣在原地。白无量沉默片刻后坦言，换作平时肯定会训斥他的鲁莽行为，但他看出白杨辉的气量非比寻常，不能只因年纪小就强行将他困住，哪怕白家能力有限，无法好好培养，自己也绝对不能成为阻碍他未来的绊脚石。白无量明确表示，以后不会再阻止白杨辉做想做的事，但唯独要求他答应一件事，那就是绝对不能再去冒危险。白杨辉听完感动不已，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父亲对他的关爱始终没有改变过。白杨辉感谢了父亲的信任。白无量接着表示，这钱毕竟是他凭本事赚来的，自己不能全部收下，决定让白杨辉亲自掌管其中一半。老管家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白杨辉也没想到父亲会把这么大一笔资金直接交给8岁的自己。有了这笔初始资金，白杨辉心里有了打算，准备把它拿去投资，翻倍赚取更多资金。妍妍趴在窗前好奇的打量，问白杨辉手里在忙着写什么。白杨辉拿起刚写好的纸，问他要不要拿去看看。妍妍坦言自己还不认识字，白杨辉这才反应过来，解释这是自己写的小说。妍妍一听恍然大悟，表示母亲平时也经常读这种话本。白杨辉顺势收起稿纸，打算直接带上作品去找母亲。白杨辉带着写好的手稿，准备听听母亲对故事的评价，而桌上赫然摆着的正是他刚完成的话本《断绝之惨剧》。白杨辉来到母亲的房间外，屋里传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母亲郑仁华正卧病在床，身子看起来十分虚弱。听到白杨辉在门口打招呼，郑仁华有些意外。白杨辉抱着刚写好的稿纸上前，笑着表示自己只是想找母亲聊聊天。白杨辉看着屋里堆满的药罐，想起前世母亲体弱多病，吃了再多药也没能好转，便早早离世。那时父亲为了治病四处筹钱，欠下的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接导致白家家道中落。母亲走后，父亲也积郁成疾，现诉更是因此误入歧途。要想改变白家的命运，首要任务就是治好母亲的病。要想根治母亲的病情，光靠从黑帮拿到的银子远远不够，必须设法建立能稳定进账的长期生意。白杨辉顺势提起，听妍妍说母亲平时喜欢看画本解闷，便顺手递上了自己刚写好的手稿，笑称这是根据街头传闻改写的故事。郑仁华有些意外，没想到8岁的儿子居然还会写画本，便顺手接过翻看起来。一旁的白杨辉自信满满，而郑仁华才刚翻开看了几页，整个人就彻底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郑仁华越看越沉迷，不知不觉间竟看完了整部手稿。合上手稿后，郑仁华赞不绝口，直言这故事精彩的让他忘记了时间，自己从未看过如此新颖的画本。随后连忙追问白杨辉究竟是从哪里听来的。白杨辉笑着表示自己只是把平时听到的传闻重新拼凑改写了一下。白杨辉表面上说是街头传闻，心里却很清楚，这其实是他抄了15年后风靡一时的一本通俗画本。重生成浪客的那段日子，白杨辉除了练武，最大的乐趣就是读这类故事。自己喜欢的作品看了几十遍，早已把内容背得一字不差。他默默在心里向未来的作者赔了个不是，随后笑着追问母亲这本书到底有没有市场卖点。郑仁华若有所思地看着儿子，心里隐隐有了某种猜想，而白杨辉嘴角
微微上扬，似乎早已猜到了母亲的反应。不久后，一名戴着眼镜的女子骑马一路赶到了白府大门前，她抬起斗笠上的纱帘，核对完门楣上的匾额，确认这里就是白府。接着她深吸一口气，对着白府大门大声呼喊，询问快笔先生是否在这里。原来她一收到南昌古书店转交的信件，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这里。女子掀开面纱，对着大门高声呼喊，要求快笔先生出来见她。突如其来的喊声把门口的管家吓得连忙跑出来询问。女子赶忙说明来意，表示自己是收到信件才找上门来。可管家听得一头雾水，直言府里根本没有什么快笔先生。此时白杨辉正带着妍妍趴在墙头偷看，妍妍看着门外这位陌生女子，忍不住怀疑兄长是不是又在外面闯了祸。白杨辉听完当场急忙反驳，表示自己什么时候惹过麻烦。限速在一旁隶属白杨辉来到白府后的反常，刚来就敲诈巨月，展示出不知来历的绝顶武功。前几天还从青纱帮手里搞来大批银子，如今甚至写起了话本，连母亲和妹妹都深陷其中。限速忍不住质问白杨辉到底是什么人，甚至怀疑他是返老还童的老怪物。白杨辉被问得干笑否定，心里却暗暗惊叹对方敏锐，算上前世经历，自己确实和老怪物没什么两样。限速神色一沉，坦言刚得知突然多出一个哥哥时，心里其实非常讨厌。限速坦言父亲明明已经有了自己，为什么还要去收养别人？他曾以为这个新来的哥哥会抢走原本属于自己的关注和爱，甚至担心这个家会再没有他的位置。所以过去他看白杨辉各种不顺眼，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事实真相。当时限速正在陪妹妹妍妍练习剑法，妍妍累得大声叫苦叫累，直接摔坐在地上喊着不想再练。限速见状也没有强求，温声安抚妹妹今天辛苦了，准备进屋。练功结束后，众人纷纷散场。限速正准备回房休息，空气中却突然传来一阵阵异样的破空声。限速疑惑的循声望去，发现白杨辉竟然一个人留在了演武场。此时白杨辉身上还绑着重重的沙袋，明明早已精疲力竭，却依然在挥剑苦练。这一幕让限速深受震撼。限速心想他练一会儿肯定就会进屋，便没有多管，转身先回房睡觉。一夜过去，天刚蒙蒙亮，限速睡醒出门准备做早课热身，可刚推开门，他就发现演武场上已经有人在练剑。仔细一看，那人竟然又是白杨辉。白杨辉居然通宵练了一整夜，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白杨辉身上绑着的沙袋比昨晚还要多。限速看着白杨辉手里拿的竟是真剑，不由得大吃一惊，不明白他为何不用木剑练习。白杨辉双眼一睁，顺势挥剑劈砍而出，凌厉的蓝色剑气瞬间呼啸破空，剑势挥舞得行云流水，招式迅猛而又沉稳，展现出远超常人的剑术造诣。限速一眼认出，这正是父亲擅长施展的开天三剑，而且白杨辉挥出的招式居然已经达到了大成境界。白杨辉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收剑转过身来，笑着打量起一大早出门的限速。白杨辉顺手解下身上沉重的沙袋，夸奖限速起得早，主动提出要亲自指导他练剑。限速站在原地愣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限速欣然接受了白杨辉的指导，白杨辉承诺会带他将剑术练至大成，随后便把训练用的沙袋交给了他。限速刚接过去就被这重量吓了一跳，看着眼前倾囊相授的白杨辉，限速心里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这就是真正值得依靠的大哥。如今他甚至恨不得向所有人炫耀，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既厉害又靠得住的大哥。听到限速如今叫自己大哥叫得这么顺口，白杨辉心中感慨万千，在前世那个混蛋可从来没这么叫过他，甚至还指着他痛骂过。白杨辉收回思绪，笑着伸手狠狠揉了揉限速的头，许诺以后赚了钱再带他出去买好吃的，只夸限速如今是越来越可爱了。没想到白杨辉创作的画本刚一推出就风靡了整个街巷，精彩的剧情让读者们欲罢不能，满大街都有人在焦急的四处打听，疯狂高喊着白杨辉的名号，迫不及待想要找到这位作者催更后续。南昌百书堂收到白府信件后，楚荣月便一路赶了过来，客气地向白杨辉自我介绍，为自己的突然打扰表示歉意。白杨辉也礼貌地出言回应。楚荣月打量着眼前的小少爷，直言自己心里感到极其震惊。原本以为写出惊世佳作的作者会是一位年近40的前辈巨匠，没想到真身居然只是个8岁孩童。楚荣月忍不住自嘲眼光不够，白杨辉则客气地表示自己的文笔其实还远远不够。白杨辉心里暗自偷笑，要是算上自己前世的年纪，楚荣月的猜测其实一点也没错。楚荣月明确表态，自己做生意从来不在乎年龄性别。随后话锋一转，询问白杨辉特意寄送手稿，总不至于只是让他当个普通读者。见对方说话如此痛快，白杨辉也不再兜圈子，当即开门见山的表示想借百书堂的渠道发售新书。楚荣月一眼看穿了白杨辉的心思，心里暗叹这小少爷到底还是年轻。他直截了当的指出，这本书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下市面上的故事大伙儿都是在茶馆听说书人讲，真愿意花钱买书看的人根本没几个。楚荣月据此给出评估，单凭这一份手稿实在很难卖出什么好价钱。面对商人的否定，白杨辉却态度果断，坚信自己的书绝对能大卖。白杨辉自信的保证，大家很快就会愿意花大价钱，只为抢先看到这本新书。见白杨辉语气如此坚定，楚荣月笑着反问，他就这么确信能写出让大伙儿争相抢购的好故事？白杨辉对此不以为意，反问楚荣月，不是已经看过手稿了吗？白杨辉接着表示，自己脑子里像这样的优质故事至少还有上百个。
听到上百个这个数字，楚荣月瞬间坐不住了，他眼神放光的一把抓住白杨辉的手，态度当场反转，死死拽着白杨辉不肯松开，不仅极力邀请他一定要与百书堂合作，还当场保证绝不会让他失望。楚荣月激动的直言，世代经商的直觉告诉自己，这批故事绝对能发大财。白杨辉这样的人才简直百年难遇。被死死抓着的白杨辉连忙让他先松手，见楚荣月笑得合不拢嘴，白杨辉这才见识到这位掌柜平日里不为人知的一面。此时的百书堂还只是一家毫不起眼的小书肆，但谁也想不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将成长为名震天下的商业巨头。而将百书商会一步步带向巅峰的，正是眼前的掌柜楚荣月。白杨辉暗自感叹，传闻他对金钱有着极敏锐的嗅觉，如今亲眼见到这位未来的商业巨头，他更加确信自己的作品绝对能带来惊人的暴利。楚荣月开门见山的坦言，自己今天特意亲自跑一趟，就是想亲眼看看作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白杨辉笑着反问，那自己是否符合他的预期？楚荣月当即表示，岂止是符合，简直让他满意的不能再满意。楚荣月直言，以往的小说大多只在茶馆靠说书人口赚，但这本新书将彻底颠覆市面格局。为了拿下百书堂的独家发售权，他当场开出40%的利润分成。白杨辉一口答应，随即提出全新的营销思路，每批印刷的新书都要标注印次，其中前10本由他亲自签名，只卖给最早购买的前10个人，打造成独一无二的限量精装版。随着作者名声大噪，签名限量本的价值必将暴涨。楚荣月听罢大受启发，表示限量版还能用金线装订，卖出天价。不过说到这笔印制成本，白杨辉直接打开随身木箱，里面整整齐齐摆满了银锭。他表示可以由自己掏钱，向百书商会投资4000两白银。面对这笔天降巨款，楚荣月瞬间看傻了眼，激动的当场一把抱住白杨辉，把他当成了绝世宝藏，甚至兴奋的非要亲他一口不可，吓得白杨辉慌忙推开，连声拒绝。楚荣月兴奋的承诺一定尽快带回好消息，对白杨辉的称呼也顺势改成了尊贵的大投资人。白杨辉顺势表示自己接下来还会再写2、3本书送去，以后出书的事就全拜托掌柜了。楚荣月满口答应包在他身上，戴上斗笠，带着满满的期待骑马离去。看着楚荣月骑马大笑离去的背影，身旁的管家忍不住打趣，白杨辉的称呼转眼就变了。白杨辉却看得十分通透，拿出4000两白银的重金投下去，换来这种态度本就是商界的规矩。白杨辉心里感叹，不愧是未来的商界巨头，办事干劲十足，让人对接下来的合作充满期待。管家顺势凑上前来打听这次究竟赚了多少钱。白杨辉一时没反应过来，管家赶忙盘算起来，上次刚从黑帮和青蛇帮那里敲了一笔，这次去书局自然也是为了搞钱，毕竟家里早就入不敷出，连下人的工钱都还没发，急需拿这笔进账来接济家业。白杨辉原本就打算把钱花掉，可听管家这一番盘算，总感觉自己被套路了。不过看到管家这副卖力模样，他也只能顺势苦笑。管家一听少爷心有大盘算，立马激动地表示要紧跟到底。几天过去，巨月终于按捺不住找上门来，直接大声质问白杨辉，当初承诺过能帮自己娶到郎朗，怎么过了好几天都没了音讯？巨月恶狠狠地大声威胁，要是敢拿假话骗他，就把白杨辉碎尸万段，分尸挂遍各地。白杨辉吓得一身冷汗，这几天自己一直没出门，巨月的耐心显然彻底耗尽，竟然直接把他绑到了竹林里。在白杨辉被绑架的1个小时前，演武场里正进行着严苛的训练。限速双手提着悬挂巨石的绳子，咬着牙扎着马步，忍不住询问白杨辉还要坚持多久。白杨辉一边指导严动作，一边严厉提醒限速不要偷懒，顺手拿着木棍敲打纠正他的姿势。白杨辉内心的向限速解释，白家祖传的陆河功能够调和内外气血，强化肉身。然而限速听得一头雾水，白杨辉干脆通俗的总结，受的苦越多就会变得越强，提醒他绝不能逃避训练。限速听完彻底支撑不住，直接脱力倒地直喊吃不消。白杨辉见状上前称赞他坚持的不错，一旁的严也忍不住夸奖，能坚持这么久居然还没死。限速无语的反驳自己还没死呢。白杨辉看着倒地的限速暗自欣慰，这孩子确实不错，至少没有中途偷溜逃跑。白杨辉也感觉有些吃不消，决定跟着停下来歇一口气。严好奇询问，辉哥哥难道也会累吗？限速直接在一旁吐槽说他根本是个体力用不完的怪物。白杨辉暗自感叹，哪怕掌握再多武学经验，这具身体到底还是太幼嫩，根本无法把实力真正发挥出来。想到这，白杨辉忍不住仰天长叹一声，把一旁的限速和严吓了一跳。白杨辉仰天抱怨，前世的自己分明是一身魁梧肌肉，还没等他继续回想，巨月突然凑上前厉声质问他在说什么肌肉。白杨辉吓得连忙坐起身，立刻热络的套起近乎，询问句大哥什么时候来的，早说一声自己也好出门迎接。一旁的严也认出这就是上次在市集一起玩过的叔叔。面对白杨辉的讨好，巨月只是冷哼了一声。巨月坦言自己最讨厌招摇，所以直接翻墙进了白府，还顺带吐槽白府防备过于松懈。白杨辉赶忙顺势奉承，直夸一流高手确实非同一般。接着白杨辉主动打听，想知道白家武力在他眼中究竟如何。巨月倒也不客气，直言白家武功打基础确实不错，但想突破到一流境界还远远不够。白杨辉坦然承认，这正是因为核心口诀缺失导致的。其实前世的白杨辉早就发现了6合功的致命缺陷，才在其基础上
推陈出新，亲自创出了全新的内功绝学天和功。可前世等白杨辉终于完善好功法，赶回白家时，整个白府早就彻底覆灭了。这一世白杨辉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改变这一切。可还没等他多想，巨月就极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表示两人必须立刻出去一趟。还没等白杨辉反应过来要去哪，巨月就一把按住他的肩膀，硬生生拖着他风风火火地冲了出去。巨月直接施展轻功跃上了半空，突然被拎上天的白杨辉吓得哇哇大叫，生怕一个不小心跌落摔伤。院子里的妍妍看到这一幕，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兴奋地直呼大哥飞起来了。白杨辉急得连忙扯着嗓门大喊，让弟妹们赶紧去找父亲救命。可妍妍反而欢呼着大哥被绑架了。被强行拖走的白杨辉满脸崩溃，完全搞不懂巨月要把自己带去何方。巨月带着白杨辉落到竹林深处，表示这里是自己的地盘，可以随便说话。巨月接着好奇打听，刚才一路施展轻功腾空疾行，同龄小孩早就吓得哭湿裤子，可白杨辉居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白杨辉清了清嗓子，赶忙顺势一通奉承，只夸巨月英俊潇洒又重情重义，自己完全是因为信任他才毫不害怕。这番马屁拍得巨月很是受用，笑着直夸他嘴皮子确实厉害。巨月质问白杨辉，当初明明答应帮他娶到郎朗，结果一消失就是好几天，逼得他只能亲自跑上门来。巨月一把扣住白杨辉，逼问他到底准备怎么帮自己搞定。白杨辉赶忙摆手安抚，表示事关郎朗姐，自己绝对没有忘记。一听到郎朗姐这个称呼，巨月顿时满脸惊喜，一把搂住白杨辉，只夸他懂事。白杨辉顺势表示，既然他是大哥心上人，那自然也是自己的姐姐。巨月被这番话哄得相当满意，白杨辉表面上松了一口气，心里却比谁都清楚，郎朗就是巨月最大的软肋，更是任何人都不敢触碰的逆鳞。在前世，当红教帮残忍杀害了郎朗后，爱极了他的巨月，甚至为此颠覆纲常。巨月此时也彻底敞开了心扉，直言郎朗虽曾是艺妓，却温柔善良，举止端庄，自己只想与他相守一生。可父亲却逼他娶名门淑女，对方甚至绝不允许纳妾。他既不愿让郎朗受委屈，也根本无法想象没有他的日子。巨月陷入两难，既无法违抗父亲的命令，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白杨辉看在眼里，确信巨月对郎朗确实情真意切，正因前世失去了挚爱，他才会在暴怒之下血洗红教帮。但白杨辉心里更清楚，当年那场覆灭红教帮的惨案，绝非巨月一人所为，这背后其实另有黑手。因为当年血洗红教帮的真正黑手，正是郎朗的亲生父亲武林公敌于恩济。白杨辉深知，必须赶在于恩济动手之前，抢先找到这个人。白杨辉随即安抚巨月，表示自己早就有了绝妙的计划。热闹的集市街头，告示栏前围满了赶集的百姓，路过的挑夫好奇凑上前打听。一旁的读书人看着告示念出，玉仙阁的艺妓郎朗竟在公开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挑夫听完满脸不解，觉得沦为艺妓的女儿怎么能认亲？老者赶忙打断挑夫，提醒他说话放尊重些，郎朗可绝不是什么普通女子。读书人合上手中的折扇，向围观的众人高声宣布：25岁的郎朗正公开寻找他的亲生父亲。当年上元灯节那天，小女孩开心地牵着父亲的手，在灯火通明的街头漫步。可谁知变故突至，女孩被一盏漂亮的蝴蝶花灯吸引，不知不觉间就这样松开了父亲的手。读书人叹息，父亲最后看到的只有女儿如蝴蝶般远去的背影。自此父女二人彻底失散，再也没能重逢。郎朗日夜思念着父亲，只求能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尽一尽孝道。围观的百姓听得纷纷唏嘘，没想到人群中戴着斗笠的老者于恩济突然当场痛哭失声，旁边的百姓连忙轻声安慰，相信那可怜的孩子终能重新找回他的父亲。读书人接着公布，当年父亲曾留下一块玉佩做信物，若想认回亲生骨肉，就请前往江西婺州阿干县的白府。围观的百姓纷纷响应要帮忙寻找，而这街头沸沸扬扬的一幕，正是白杨辉暗中一手安排的。白杨辉看着集市里的反应，确信散播消息的策略已经奏效，只要消息在江湖上传开，郎朗的父亲现身不过是迟早的事。白杨辉看着集市里的反应，正暗自满意自己的计划完美。一旁的郎朗却哭得稀里哗啦，还感叹故事里的妇女太可怜。白杨辉见状，只能开口提醒，刚才大家听到的寻亲故事，主角其实就是他自己。郎朗听完全愣住了，直言自己记事起就在医院学琴，根本不记得当年是怎么走散的，身上也从来没有什么玉佩。郎朗拿出随身带着的玉佩，澄清这东西并非父亲所留，而是当年某一位客人赠送的，自己不过是顺着大家喜好的口味，把精力稍微加工编得曲折了一些。白杨辉听完大感意外，这时巨月拿着买好的糖葫芦赶了过来，顺手分给了郎朗和白杨辉。巨月接着悄悄凑到白杨辉身边，只夸他编故事的本领确实厉害，同时低声透露自己刚才在远处似乎发现了异常。巨月有些不放心，提醒白杨辉为了贴告示散播流言，自己可砸下了大把银子，这计划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白杨辉笑着拍胸脯保证，只要静静等待，郎朗的父亲很快就会主动现身。巨月表面上被说服，心里却忍不住泛起嘀咕，总感觉自己这段时间一直被这小子的嘴皮子忽悠。随后白杨辉转头向郎朗建议，请他这段时间先去白府暂住，毕竟寻亲告示一出，难免会有别有用心的小人假冒亲人找上门。听到要入住白府，郎朗显得有些犹豫，便转头看向一旁的巨月，询问他的意见。其实白杨辉心里很清楚，防备冒充的骗子只是借口，
他真正担心的是红教帮教主会危及朗朗的安全。巨月思考后也赞成这个提议，劝朗朗先去白府暂住。有了巨月的表态，朗朗便点头答应了下来。夜幕降临，一行人顺利回到了府中。夜深人静，白杨辉在房间里独自盘算。他一眼看出朗朗手中的玉佩注入了深厚真气，当做护身符绰绰有余，而朗朗自己恐怕对此一无所知。当年朗朗在酒楼打杂，一位戴斗笠的神秘客人主动把这块玉佩赠送给他。客人反复叮嘱，这玉佩能保他平安，务必随时带在身上，绝对不能卖掉。朗朗虽然觉得无功受禄不太合适，但见玉佩精致珍贵，便听从主一直随身佩戴至今。把注入深厚内力的顶级阳之玉送给一个酒楼打杂的小姑娘，白杨辉确信对方绝不可能毫无目的。正当他仔细端详玉佩时，忽然察觉到窗外传来异样动静。白杨辉立刻跃到窗前，看向深夜到访的神秘来客。对方终于按捺不住亲自现身，正是朗朗的亲生父亲武林公敌于恩济。白杨辉收起手中的玉佩，准备亲自出门迎客。夜色正浓，于恩济已然悄无声息落入庭院之中。白杨辉来到屋顶，笑着调侃对方大半夜出来赏月。于恩济随口打着哈哈，反问他深夜不睡出来做什么。白杨辉直接亮出那块阳之玉佩，直言是这东西动静太大，吵得自己无法入睡。于恩济一眼认出女儿的贴身信物，整个人当场愣在原地。白杨辉主动开口解释，这块玉佩是征得朗朗同意才借来的，随后报上自己白府养子的身份，猜测对方深夜潜入前早已查清底细。白杨辉话锋一转，当面道破老者的真实身份，正是名震江湖的武林公敌于恩济。于恩济顿时沉下脸色，冷声质问白杨辉究竟是如何知晓的。白杨辉淡然表示自己所知甚多，这位恶名远扬的武林公敌最初根本不是习武之人，而是一位精通古籍文物修复的顶尖匠人，但也正是这份过人的天赋，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20年前，于恩济经营着一家小古董店，凭着过硬的手艺维持生计。贤惠的妻子在旁操持家务，6年的朗朗常为在桌前夸赞父亲，一家人过着平静温馨的日子。直到祸端突然降临，来自贵州协派的血蛇帮找上门来，强令于恩济伪造一份假藏宝图。于恩济当时并不知晓对方的险恶用心，只当是一桩普通的接单委托，便连夜精工细作完成了图纸。血蛇帮拿到假图纸后，迅速将消息在江湖中散播开来，以此布下天罗地网。毫无防备的大批正派高手彻底落入血蛇帮设下的埋伏，5大世家之一的黄甫世家后代全都在这场伏击中命丧黄泉。这起惨案后来震惊武林，被称为刀王种惨案。痛失后代的黄甫世家把满腔怒火全倾泻在于恩济身上，他遭到各大世家疯狂追杀，更被整个中原武林列为公敌，从此沦为无处容身的逃犯。在漫长的逃亡中，于恩济痛失爱妻，也与年幼的独生女彻底失散。他自认无颜面对世人，只给女儿留下一块护身符，便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在前世的因果里，于恩济得知女儿惨遭红教教主杀害，最终孤身携起红教同归于尽。但白杨辉深知这一世仍有转机，只要于恩济愿意成为白家的助力，他便能保这对父女安享余生。于恩济强压内心的波澜，追问白杨辉究竟还知道什么内幕。白杨辉开门见山说明情况，朗朗的心上人巨月正是红教教主的亲生儿子，而红教教主视朗朗为眼中钉，早已暗中密谋除掉他。于恩济听闻大为震动，没料到邪教巨擘会盯上自己的骨肉。白杨辉接着道出残忍真相，朗朗其实早已身中剧毒，红教教主一直在他的日常汤药里下毒，企图神不知鬼不觉将他折磨致死。白杨辉严正警告，若不及时处置，朗朗随时会有性命之忧。于恩济听完却并未全信，反而冷声质问白杨辉，女儿如今人就在白府之中。白杨辉深夜设局分明是故意引他现身，他怀疑白杨辉把朗朗接进府中，只是把他当成要挟自己的筹码。说话间，于恩济周身爆发出一股惊天杀意，强横的威压直逼白杨辉。面对滔天杀气，白杨辉面不改色，只是微笑着叫了一声前辈。白杨辉足尖轻轻一点，轻描淡写便化解了于恩济漫天的杀意威压。于恩济见状，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年轻后辈举手投足间就能破掉自己的浑厚内力。白杨辉坦诚表示自己绝无歹意，一心只想成全巨月与朗朗，也希望失散多年的父女能重聚。他以世家公子的名义起誓，请于恩济放下戒心。面对深不可测的白杨辉，于恩济收敛内力，低声苦笑，感叹自己终究是老了。巨月得知朗朗遭人暗中下毒，气得推门大怒，是要将幕后黑手碎尸万段。白杨辉连忙上前劝他冷静，好在发现的早，大夫已替朗朗解了毒性，只要静养数日即可痊愈。白杨辉随后点明真相，朗朗早在进入白府前就已中毒，下毒之人正是红教教主。教主要么是想借此逼迫巨月联姻，要么是想拿朗朗当作拿捏他的软肋。白杨辉严肃提醒巨月，当下绝不是祈求教主认可的时候，他必须在家族与爱人之间做出抉择。面对白杨辉摆出的严酷现实，巨月内心陷入剧烈挣扎。他向白杨辉吐露心声，在父亲巨铁笑眼中，自己从来都只是一枚联姻阔氏的棋子，但朗朗对自己而言不可或缺，若是失去了他，自己苟活于世也毫无意义。巨月当即咬牙许下重誓，无论前路有多么凶险，哪怕与整个红教为敌，他也一定会用性命护朗朗周全。看着态度坚定的巨月，白杨辉露出满意的微笑。不出他的所料，巨月再次选择了自己的挚爱。虽然巨月来自邪派，本质上却并非大恶之人，
正是因为有郎朗在身边，才没让他彻底走上歧路。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巨月脱离红教加入白府只是时间问题。为了保住万无一失，白杨辉决定再加一把。火白杨辉接着浇了一盆冷水，提醒对方红教教主生性高傲，绝不可能放任他轻易离开，到时候两人只能被迫亡命天涯。可体弱多病的郎朗又能承受多久逃亡之苦？这番话瞬间踩中了巨月的软肋，他气得当场大吼，逼白杨辉赶紧把真正计划说出来。见巨月看穿了自己的套路，白杨辉笑着劝他先冷静下来，随后直接抛出方案，既然避无可避，那就彻底铲除红教。面对巨月的疑问，白杨辉道出了完整计划，他打算暗中散播一份秘籍。不久之后，青沙帮总部内，一名帮众慌慌张张地冲进大堂，急忙向帮主呈上一本册子，声称上面记载的正是克制红教伏法前3式的破解法门。青沙帮帮主翻开册子，发现上面记录的全都是克制宿敌红教的招式破法。他震惊之余，追问这本东西究竟是从何而来。帮众连忙解释，是一位隐士高人送来的，对方希望借青沙帮之手报复红教。帮主听完大喜过望，当即下令把破解之法传授给帮内所有成员，准备一举铲除老对手红教。青沙帮在掌握破解之法后，连战书都没有下，直接对红教发起了突袭。虽然红教的人数规模足是青沙帮的2倍以上，但在掌握克制招式的敌人面前，红教帮众刚一出手就被轻松看破，并当场反杀。青沙帮凭借克制招式占尽优势，两大邪派的火拼瞬间席卷全城，城中百姓人人自危，纷纷紧锁家门不敢外出。眼看两派爆发全面大战，白无量神情严肃地叮嘱众人，近期城中局势极其凶险，所有人一律不准踏出府门半步。白无量特意点名白杨辉，严厉警告他最不能偷溜出去。白杨辉赶忙装傻打着哈哈，试图敷衍过去。白无量接着说道，青沙帮如今正把红教逼入绝境，外界传言是得到了高人指点，拿到了克制红教的破法。听着养父的分析，白杨辉表面乖巧，心里却暗自得意。那本让红教陷入恐慌的克制秘籍，正是他凭前世与红教交手的经验亲自总结出来的破解之法。凭借余恩济精湛的伪造手艺，白杨辉伪造出克制秘籍，悄悄透露给了青沙帮。如今青沙帮打的红教毫无还手之力，也是时候放出第2本秘籍了。白杨辉转头向养父白无量提议，如果白家此时出面干涉，说不定能坐收渔翁之利。白无量听后追问具体做法，白杨辉笑着表示，白家可以直接出面当两派之间的调停人。此时在红教管辖的雅干县繁华阁，局势正悄然发生着变化。雅干县繁华阁内，红教弟子被打得节节败退，青沙帮众人态度极为嚣张，嘲讽对方招式已被全盘破解，如今根本无法与青沙帮抗衡。红教弟子眼看功法屡屡被破，完全找不到反击的门路。危急时刻，巨月手持大斧斩破死局，强势杀入战场。巨月一斧斩断对方兵刃，当场逼退青沙帮众人。红教弟子见状激动大喊，巨月却横眉怒骂，警告这群家伙少套近乎。青沙帮虽然认出眼前来人正是红教一流高手巨月，但仗着手里握有破解之法，依然嚣张的叫嚣迎战。白杨辉突然现身繁华阁，当场叫住了巨月。青沙帮见突然闯进来的少年，叫嚣着绝不会手下留情。白杨辉丝毫不慌，反过来调侃到底谁该放过谁。接着他将一本秘籍递给巨月，巨月看清手中的秘籍，当场震惊不已。白杨辉则转身看向青沙帮，准备收拾眼前的战局。白杨辉当面揭晓，那本秘籍正是专门破解青沙帮武功的法门。紧接着他转向眼前的青沙帮众人，冷冷宣布，现在该轮到他们反击了。面对白杨辉抛出的惊人消息，巨月与青沙帮众人全都大惊失色，青沙帮更是难以置信，自家武功的破解法门竟然早已彻底泄露。白杨辉神色淡然地表示，如今克制青沙帮的秘籍早已洒满了大街小巷，原来在动身赶来之前，他就已经安排余恩济将大量印好的克制秘籍彻底散播到了集市街头。巨月快速翻看手中的秘籍，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冷笑。既然如今掌握了对手的破绽，他是要将先前的屈辱加倍奉还。合上秘籍的巨月怒火中烧，提起大斧就朝前方狠狠劈去。青沙帮众人吓得魂飞魄散，甚至顾不上阵型，四散奔逃。看着节节败退的对手，一旁的白杨辉嘴角微扬，眼前的局势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底气大增的巨月厉声叫阵，当场逼问青沙帮谁敢上前送死。眼看自家武功的死穴彻底暴露，青沙帮内部顿时乱作一团，有人甚至慌忙提议撤退避险，却被自家头目硬着头皮怒斥回去。看着陷入混乱的青沙帮，白杨辉明白时机已经成熟，当即出面叫停了双方。他主动伸手打起圆场，直言自己今天登门可不是为了看两派继续火拼。白杨辉劝两边保持冷静，清醒地看清眼下的实际处境。他先直接指出红教的问题，虽然克制秘籍已经到手，但除了巨月这样的一流高手，其他人根本来不及练成。况且红教手下伤员众多，此时硬拼只会让更多人陷入险境。巨月听完也只能点头承认。白杨辉接着转头看向青沙帮，甚至故意叫错了对方的帮派名号。他冷静地提醒青沙帮众人，如今红教已经掌握了破法，青沙帮先前建立的压倒性优势早已不复存在。青沙帮头目虽然气得破口大骂，嘴上却依然不肯低头服软。白杨辉直接戳破了残酷的现实，提醒对方还没看清真正的局势。如今克制青沙帮的秘籍早就散布在大街小巷，全城百姓都在翻看研读。
在整个阿干县的范围里，青沙帮眼下要面对的危险可远远不止洪教一家。这番话犹如晴天霹雳，让青沙帮头目当场僵在原地。青沙帮头目猛然惊觉，难道连乔金帮也要趁机出手？白杨辉笑着坦然承认，直言换做任何一家势力，都会趁两派打得不可开交之际，直接去抄青沙帮的大本营。这种坐收渔翁之利的大好机会，乔金帮爵不可能白白错过。青沙帮头目听得脸色惨白。就在白杨辉准备提出解决方案时，白无量突然大步走入了大堂。青沙帮头目当场认出了来人的身份。白杨辉微笑着看向自己的父亲，直呼来的正是时候。白无量进门后直接亮出底牌，如今两派手里都有对方的克制秘籍，继续硬拼下去，谁也讨不到便宜。他以白府的名义郑重担保，只要双方今日各自退兵，必定保全所有人的周全。巨月瞬间恍然大悟，白府在此时出面调停，就等于让两派都欠下了天大的人情。他震惊地看向白杨辉，这才明白这小子连亲爹都算计了进去。面对白杨辉得意的目光，巨月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当场代表洪教接受了调停。白杨辉笑着点头赞同，随即转身逼问青沙帮的最终抉择。青沙帮头目眼见大势已去，也只能低头妥协，同意接受白府的全面调停。白无量顺势当场立下规矩，要求两派今后不得在白府附近滋事，更不能在城中伤害无辜百姓。看着危机被顺利化解，白杨辉暗自感叹养父的名号确实好用。随后他劝说白无量先行回府，自己则打算留在大堂与巨月商讨关于朗朗的后续事宜。送走白无量之后，青沙帮引发的危机虽已平息，白杨辉刚打算找巨月交代收尾，身子却冷不防被巨月一把拎了起来。巨月神情凝重地叮嘱白杨辉，直言今日之事确实全按计划收场，但他绝不相信一个毛头小子能拿出如此精妙的秘籍。巨月当面严厉逼问白杨辉，背后到底是谁在给他撑腰指点？白杨辉没想到巨月能一眼看穿，他坦言眼下还不便透露具体身份，但承诺过不了多久就会亲自安排两人正式相见。白杨辉接着神秘地透露，这位幕后指点之人其实与巨月还是旧相识。说完他笑着打起哈哈，请求巨月先把自己放回地面。得知幕后指点者是旧识，巨月心中警惕万分，当场追问对方究竟是敌是友。白杨辉连忙打起感情牌，直言自己只想撮合巨月与朗朗，绝不可能暗中算计，而且自己从未做过任何伤害他的事。面对这番说辞，巨月虽然有些郁闷，却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可他转念一想，突然回过神来，质疑自己是不是从头到尾都被白杨辉这小子玩弄于股掌之间。看着反应迟钝的巨月，白杨辉在心里无语吐槽，这家伙竟然到现在才反应过来。巨月在旁嘟囔嘴硬，坚决不承认自己会被个毛头小子戏弄。察觉到白杨辉的目光，巨月立刻瞪眼叫嚣，白杨辉赶忙堆笑回应，顺势将话题拉回正轨。他掏出一本秘籍递给巨月，交代对方拿去分给洪教弟子修炼。巨月接过秘籍，神色大变。白杨辉笑着问他是否认得，这正是针对洪教招式的逆克制法门。时间回到几天前的深夜，屋顶上于恩济正与白杨辉暗中密谋。于恩济好奇询问，少爷所说的逆克制法门是否就是要让邪道自相残杀？白杨辉点头承认，随后详细道出全盘谋划。他先故意把克制洪教的武功暗中透露给青沙帮，夙愿已久的青沙帮一旦练成，必定会迫不及待杀上门来。等到两派大打出手，洪教在围攻下节节败退之时，只要再把克制青沙帮的法门散布到集市的大街小巷，青沙帮就会彻底沦为众矢之的。城中那些心怀不轨的各路势力必然会蜂拥而上，撕碎青沙帮。于恩济听完若有所思，坦言这确实是个妙计，但前提是那本逆克制秘籍必须保真，毕竟就算是二三流的习武之人，也能一眼识破假的秘籍。白杨辉一口断定秘籍绝对是真的。于恩济翻看着秘籍大吃一惊，追问少爷究竟从何处得来这种宝物。面对询问，白杨辉只是露出了一抹自信的微笑。面对于恩济对秘籍来源的追问，白杨辉坦言这本逆克制秘籍是他亲手写的。于恩济听完满脸不可置信，直言少爷莫要拿常备寻开心，甚至怀疑这是糊弄人的江湖把戏。白杨辉却坚称自己句句属实，他心里清楚，于恩济是整套计划的核心人物，半真半假的糊弄只会招来祸端，必须开诚布公才能赢得信任。可若是直接说自己是重生者，对方断然不会相信。白杨辉当即站起身，高声宣布自己就是活出第二世的天才。面对这番惊人言论，于恩济当场听得一头雾水。面对于恩济的质疑反问，白杨辉只能咬牙硬着头皮承认，心里清楚此刻绝不能松口。于恩济轻轻合上手中秘籍，只当少爷是在开玩笑，表示自己就当没听过。白杨辉见状，顺势转移话题，当场抛出了诱人的条件。他承诺只要这次危机顺利化解，白府便会以最高规格正式邀请于恩济与朗朗入住，将二人奉为府上贵宾。听到这个安排，于恩济若有所思地转过身去。白杨辉接着补充，虽然两人往后需要改名换姓，但只要由白府出面担保，武林各派就绝不敢再登门寻仇，于恩济也不必再带着女儿东躲西藏。这番话
直击于恩济的软肋。当年沦为武林公敌，失去妻子后，他也有整整20年未能守护在独生女儿身边。于恩济坦言，只要晚年能听女儿叫一声父亲，自己愿意做任何事。白杨辉抛出的条件实在让人无法拒绝。看着彻底动容的于恩济，白杨辉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于恩济开门见山的询问，白杨辉费了这么大劲，肯定不只是要他伪造古籍。白杨辉笑着赞赏对方通透，随后直接抛出了真正的目的，要于恩济出手重创乔金帮帮主，废掉对方丹田，但留他一条性命。听闻要对付一帮之主，于恩济当场开口推脱，表示自己只是个摆弄古籍的普通老头。白杨辉却当场反问拆穿，若真是寻常老翁，怎能被整个武林追杀20年，还能安然无恙？这番话让于恩济哑口无言。白杨辉微笑着拱手相托，把这件事正式交给了对方。于恩济独自站在屋顶，面色凝重地压低了斗笠。于恩济感叹白杨辉给他出了个难题，但还是主动打听起具体的行动计划。几天后，青沙帮送来了上万两白银，作为白府出面调停的谢礼。看着整整一箱沉甸甸的银子，白无量激动不已，急忙找白杨辉商量这笔钱的用途。白无量建议买下一处客栈，作为白府的产业来经营。白杨辉对此早有盘算，直接将目标锁定在了阿干县的鹰霞阁上。白杨辉拿起沉甸甸的银锭，决定直接用这笔巨款将鹰霞阁彻底买下来。看着箱子里沉甸甸的银锭，韩管家激动的两眼放光。白府终于能结清拖欠的工钱与外债，还能顺带修缮漏水的屋顶。他一把扑上去抱住白杨辉，直夸少爷是府上的大福星，吐槽家主平日只顾吟诗散财，全靠少爷带回这笔救命钱。白杨辉被勒得拼命挣扎，一旁的白无量被戳中痛处，只能尴尬的掩面咳嗽，自嘲是自己的无能拖累了大家。韩管家顺势劝谏白无量，平日还是得多考虑府上的财况。白无量尴尬承认，转头向白杨辉打听选店的具体打算。白杨辉兴致勃勃地推荐鹰霞阁，直言那里的招牌大厨手艺极佳，积累了大量老顾客，盘下来定能赚得盆满钵满。白无量担心店家不肯转让，白杨辉自信一笑，拍着胸脯让大家放心，直言自己与掌柜关系非同一般。随后来到鹰霞阁，白杨辉隔着老远就热情地打起招呼。白杨辉开门见山提出要花1万两白银盘下鹰霞阁。巨月听完一把按住白杨辉的脑袋，咆哮着表示鹰霞阁是县里最挣钱的宝地，绝不可能轻易转让。白杨辉不慌不忙地补充，盘下店铺后打算交给朗朗经营管理。一听到朗朗的名字，巨月的态度瞬间大转变，当场拍板要把大厨伙计与酒楼一并相让。眼看对方轻松落入圈套，白杨辉嘴角微微上扬，紧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宏伟的红教大殿内，掌门巨铁笑正在对巨月大发雷霆，得知儿子竟以1万两的低价把日进斗金的鹰霞阁给卖了。巨铁笑痛骂巨月是个败家蠢货。面对父亲的怒火，巨月没有反驳，而是默默掏出白杨辉给他的秘籍。巨铁笑接过秘籍，只看了一眼，顿时大惊失色，这居然是能克制本门武功的绝学，急忙追问儿子究竟是从何处得来的宝物。巨月顺势谎称自己是用卖掉酒楼的1万两银子，好不容易才换来这本秘籍。巨铁笑听完兴奋的大夸儿子懂事，以为他终于不再沉迷于朗朗，顺带嘲讽朗朗，转头投靠了白无量。听到父亲诋毁朗朗，巨月虽然低声反驳，但在巨铁笑追问时还是隐忍掩饰了过去。巨铁笑沉浸在喜悦中，直言有了这本秘籍，红教便再无弱点，当即决定倾巢出动，彻底铲除青沙帮。在成功调停两派纷争后，白氏世家的声望在当地与日俱增，街巷间再无恶霸横行，商贩们纷纷重新开张，整座城镇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深受恩惠的百姓满怀感激，络绎不绝地带着谢礼登门道谢。面对乡亲们源源不断送来的心意，管家急忙连连摆手，连声推辞，表示不必如此客气。老伯捧着刚采摘的庄稼，非要送上，直言儿子先前被恶霸追杀，全靠跑进白府附近才捡回一条命，要是不收他就去外面败坏白府名声，逼得管家急忙大声呼救。白无量与白杨辉循声走来，白无量体恤大家生活艰难，吩咐管家暂且收下，日后再把这些物资统一发还给百姓。白无量顺势询问白杨辉，到时候愿不愿意帮忙分发。白杨辉笑着一口答应下来。与声望日渐高涨的白府截然相反，此时的阿干县正陷入一片血雨腥风。掌握了克制法门的葛路邪道势力纷纷对青沙帮发起联合围剿，面对铺天盖地的围剿，青沙帮根本无力抵抗，弟子死伤惨重，纷纷被迫投降。曾经身为阿干县3大帮派之一的青沙帮就此彻底覆灭，消失在江湖之中。此时红教掌门巨铁笑收到腾龙帮帮主发来的生死决战书，当场大发雷霆，直言青沙帮覆灭之后，这些小帮派也敢骑到自己头上。手下连忙上前劝谏，提醒有人在市井散布克制各派的法门，背后恐有离间大计。但巨铁笑对此根本不以为意，甚至狂妄地宣称，只要趁机清扫掉其他势力，阿干县就将彻底由红教说了算。巨铁笑下定决心，要让红教成为阿干县唯一的霸主。深夜，他亲自率领众弟子骑马赶路，然而队伍刚行至半路，一道黑影便从高处纵身落下，直接挡住了众人的去路。巨铁笑急忙勒马停下，月光之下，头戴斗笠的于恩济居高临下，当面叫出了红教掌门巨铁笑的名字。随着于恩济纵身落地挡去道路，巨铁笑吓得急忙勒紧缰绳，警惕质问对方究竟是什么人。手下见状上前怒斥，质问来人知不知道面前是谁。
话音未落，于恩济周身爆发狂暴黑色煞气，恐怖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巨铁啸被这股威压震慑得大惊失色，急忙厉声下令，让手下围上去将这老头铲除。众弟子接令，挥舞武器冲上前。面对围攻而来的手下，于恩济连武器都没拔，只是缓缓抬起右手，恐怖煞气在指尖迅速汇聚，利刃般的爪芒瞬间炸开，冲在最前方的弟子被凌空撕裂，惨叫声此起彼伏，残存手下彻底吓破了胆，瘫倒在地哭喊求饶。骑在马上的巨铁啸整个人吓呆在原地，眼看弟子转眼间全被秒杀，还没等巨铁啸从震惊中缓过来，于恩济已经闪现逼到眼前，猛烈煞气瞬间将巨铁啸逼退。惊魂未定的他大声质问：到底是谁派他来的？于恩济冷冷表示他没必要知道。话音未落，便再次掀起狂暴杀招。于恩济这一招直冲丹田而去，轰然巨响中，巨铁啸重重砸进废墟，一身修为被瞬间废掉。巨铁啸瘫倒在泥坑里，连手指都无法动弹。看着苟延残喘的巨铁啸，于恩济居高临下的表示自己今天并不打算要他的性命。于恩济冷冷说道：按巨铁啸犯下的罪过，本该千刀万剐，但因为自己立过承诺，这才破例只废丹田，留其一命，要他在无尽悔恨中度过余生。瘫倒在废墟里的巨铁啸只能发出绝望又愤怒的咆哮。解决完眼前的一切，于恩济回想起了女儿朗朗，只要能让女儿过上安稳日子，自己做什么都值得。随后默默转过身，独自消失在深夜的微风之中。于恩济废掉巨铁啸几天后，白杨辉和巨月坐在一起吃面，看着面前傻笑个不停的白杨辉，巨月一脸嫌弃的直抱怨，问他究竟遇到了什么开心事。白杨辉打着哈哈，随口敷衍，心里其实早已乐开了花。多亏于恩济出手废掉巨铁啸，失去首领的红教很快就为了争夺权力陷入内斗。随着红教彻底失去控制力，加上早已覆灭的青沙帮和元气大伤隐退的乔金帮，阿干县三大黑道帮派全面瓦解，终于迎来的久违的和平。带来和平的白氏世家名声也跟着水涨船高，这让白杨辉更加坚信是时候把巨月彻底拉拢过来了。他顺势看向正吃面的巨月，开门见山劝他不如直接加入白府。巨月听完当场懵了，一脸震惊地质问白杨辉又在发什么疯。白杨辉见状又抛出另一个建议，劝巨月干脆把竞争对手全铲除，自己坐上红教的掌门之位。巨月当场明确拒绝，表示自己绝无此意。然而话音未落，数枚暗器突然从窗外刺向两人，白杨辉迅速挥动手中的筷子，将袭击精准拦截了下来。看到红教的人居然一路跟踪至此，白杨辉顺势提醒巨月，就算他不想参与争权，其他人也绝对不会放过他。巨月恼火地表示，自己早已明确拒绝过争夺权位，却依然挡不住一波又一波的刺杀。白杨辉打断了他，直言贪婪之人绝不会相信别人的清白，况且如今的红教早已名存实亡，就算抢到掌门也毫无意义。白杨辉顺势抛出抉择，要么在内斗中流血送命，要么入赘白府当朗朗的夫婿。面对这番劝说，巨月犯了难，担心自己邪道势力的身份会招来世人的非议，白杨辉却不以为意，表示如今当地邪道早已覆灭，况且白无量也非常好的欢迎他的加入。白无量不仅毫无偏见，还热情的欢迎巨月加入，表示绝不会拒绝真心改过之人，这让巨月大吃一惊。白无量直言白府最看重侠义，要他彻底洗刷血府的名声，并以家主身份下达要求，命令他从今往后每天做一件善事，只要能够做到，就封他为改过阁主。深感震撼的巨月当场单膝下跪，抱拳宣誓，决定彻底抛弃邪府的凶名，从此效忠白氏世家。巨月高声承诺，定会遵照家主要求，坚持每天行善积德，拿到改过阁主的头衔。